放开我！放开！何东家，何东家救我呀！何东家，救救我！何东家，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程昭宇，你不能好死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！程昭宇，你不能好死！放开我！轮到我了。大郎兄莫恼，六哥也是一片拳拳爱护之意，暂时收了大郎兄的兵权，先到和谐院去安置，待得事情查查明白，自然还要倚重大郎兄。生死皆由你们。走吧。圣机留步。小臣奉命有话要问申继瑜，还请申继瑜移步内都监署。师爵，请安心去。行。身上的肉打烂了，将要后要7、8日，再打烂再将要，也有5、6番了。只是不肯开口说话，更不肯挖空。延年君子，温其如玉。世家子弟，读过书的人，跟杜昭达这等二世祖，终归不一样。杜衙内也是世家子弟，也读过书。还有杜令公那等煊赫的家翁，上了刑台几番手段下来，还不是让说什么说什么？不一样。杜昭达这样的，说杀便也杀了。大郎君是宗室，想要入他的罪，没有此人的口供是万万不能的。国主，臣已经问了3次了，红俊的案子到底还能不能结？何时能结呀？吴伯父，案子是内都监署在问，红俊乃吾之兄长，吾也判他无事。那杜昭达的供词之中，多有拥立剑篡之语，红俊身在其中，岂能不问？亲亲之情，岂可置于国法之上啊？可是，国主，杜昭达以明正典刑，死无对证，供状真伪已不可知。大郎君临危受命，提调内外兵马不过数月间事，如何能起篡逆之心？臣以为小人之言，不足取信。事情有无，总要查个明白。是非曲直也要梳理清楚，才好稳定朝局，廓清人心。如今案子尚在讯问之中，何必急切？大王年纪虽轻，行事却不稳重，而今世道能稳重，便是一等一的好事。袁先生，袁先生，国主是何意思？
武林公稍安勿躁。老夫如何能安得？大郎如今身陷囹圄，生死不明，连个消息都递不出来。国主不要这个兄长，自可明言，把这个儿子还给老夫便可。算这脚程，水丘大约也该到了。水丘，孙本和大郎君，根子上是一回事儿。三郎恢复本性，姓孙不姓钱，他的事情便算结了。至于大郎君的案子何时能结，那就要看水丘何时能从京师赶回来。兹儿吴越，钱弘佐，源自先朝，邦家于此，宣历四方，功在社稷，乃特颁册命，示表叔恩，而为吴越国王，以彰恩宠，而其免之，以复镇怀，主者施行。臣钱弘佐奉旨谢恩。臣等奉旨谢恩。臣水丘招劝，谨为大王贺。臣等谨为大王贺。与众公卿同贺。众卿平身。大王正位东南，臣等请开库藏，宽刑狱，犒赏将士，大赦官民。户部库藏如何？回禀大王，去年三江泛滥，文穆王体恤民情，免了当年秋税。西府库藏及各地长平，本已捉襟见肘。如今夏汛将至，从中书到州县皆要备灾，不宜轻动。可待今年秋税收上来之后，再行犒赏。今年秋税，照去年例捐免，犒赏三军的钱，孤自家出了。大王仁心，恩泽万民，臣等奉教。今日事毕，水丘清流队，出清三朝。臣等告退。臣等告退。犒赏三军，捐免钱粮，皆是得政，但宽赦大郎这事，他提也不提。国主大王不提，尔等也不提，这朝廷要大臣还有何用？唉，袁学士，袁学士，如今水丘也回来了，大王也正位了，满朝公卿皆大欢喜。你可还记得当初自己所说的话？武林公，你是要救人，还是要杀人？你这话是何意啊？一样的话，要不一样的人来说。黛玉，本无反心，无罪受诛于宫门，此上下离心之事，庶人孙本也无勾连剑窜之实。杜兆达等人跋扈贪鄙有之，明正典刑，不为苛酷。大郎洪俊御兵治事，鲜有疏忽，至今蒙冤受监，公卿愤愤，国人惴惴。水丘招权，你好大胆！臣家世代其礼，与国同修。吴越国在，臣在；吴越国亡，臣亡。
所以不得不披肝沥胆，为大王言之。这些话，出使汴梁之前为何不言？此时，大王不过是两军留后，宫闱之内，诸事动荡，皆以权宜为要。而如今局势完全不同了，京师治文已治，大王受天子册封，已是名正言顺的东南之主。王者治四方，当以堂皇正大之政，不做权宜苟且之谋。这些话，从未有人与孤说过。此乃宰相之过也。请起来。顾继任两军已差不多有1年了，相公们每日奏事，皆言其然，不言其所以然。顾心里知道，他们当孤是晚辈，听不懂道理，只能整日哄着骗着。可他们越是这样，顾心里便越发忧惧。众多兄弟满堂公卿，顾竟不知该信谁重谁，也没人如卿这般甘冒赴约，也要跟顾说真心话。石秀赵全，臣在。你愿意辅佐顾吗？臣万死不辞。既如此，你说说，既然顾已然错了这许多，该如何改过？这大国如烹小鲜，往事不可追，朝廷稳定要紧。请大王颁教朝堂，大赦东南，以宽和、公正事臣民。释放沈文琪出内署，让大郎洪俊归家思过，以结宗室之心。父亲，出来之后，走，咱们回家去。以诸位相公、学士，稳定朝堂，治理书政，然则民心可平，东南可稳。